咁相信呢個畫面就係大家考慮緊到底值唔值得入手摺機嘅最重要嘅考慮因素嘅。一年一度 Samsung 嘅摺疊手機今日正式登場，而首先係今次全個系列係增加去到3個成員。咁而關於摺機最大嘅技術難度，同時間亦都相信係大家最關注嘅位置，分別會有機身嘅厚度同埋重量控制、電池續航力啦，仲有轉軸嘅實淨程度同埋耐用度，仲有最重要喺摺痕嘅控制上面。咁而今年去到 Galaxy Z Fold 8第8代嘅時間，咁由第一代初代推出，經過咗多年嘅進化，咁防塵防水喺近代亦都已經做到，轉軸嘅耐用度亦都喺近代開始，我自己都會認為係可以作為一部主機去日用都係冇問題。而上一代 Z Fold 7亦都基本上係喺機身嘅重量同埋厚度係做到同佢哋嘅直板手機係接埋一齊嘅時間啊，係冇一個明顯嘅分別。咁亦都包括我自己在內，或者相信你係用緊 Z Fold 7嘅話，都會認為佢係一個接近完美嘅手機。咁如果真係要揾一個挑剔嘅位置，就係電池嘅續航力啦，同埋喺摺痕嘅控制，仍然未係達到100% 嘅完全完美。咁今日我哋就喺新一代會特別再更加專注去睇佢嘅摺痕控制，同埋喺轉軸嘅質感，同埋喺佢嘅電池嘅規格上面。咁相信咧係會喺一個冇太大意義嘅狀況之下，咁 Z Fold 8 Ultra 呢一個版本，即係正常我哋 Book Style 呢一個大摺咧，係去到一個終極究極嘅進化完美嘅階段。咁所以同時間 Samsung 今年亦都係再去到下一個階段嘅，推出咗第3個版本。咁亦都一樣，今次我哋會比較初步但係完整嘅睇晒 Samsung 3款唔同尺寸 Flip 同埋 Fold 系列嘅摺機。而冇錯，今次嘅 Z Fold 8係正式係換成咗一個闊尺寸比例嘅一個 Z Fold 8係擔當嘅。咁而呢一邊我哋慣常見到嘅大尺寸嘅摺疊手機，今次係就會直接升格去到 Ultra 嘅版本。咁喺外觀設計同埋初步上手嘅感覺，咁喺大摺呢個位置，的確係同上一代喺成個比例同埋質感上面冇一個好大嘅變化。咁但係佢喺相機嘅硬件，喺一啲嘅功能同埋佢嘅電池上面，都係匹配到嘅，去到 Ultra 等級。但係亦都自然，今次最大重點會去翻呢個全新推出嘅一個新尺寸比例嘅 Z Fold 8。而喺度今次嘅流程同過往我哋有一啲分別，因為今次嘅型號眾多啊，咁所以我哋先會講解咗佢哋3款手機都係共用 sharing 嘅一個全新嘅摺痕控制，同埋喺佢嘅轉軸嘅做工質感上面。咁喺發布嘅時間，希望而家畫面睇到，或者我直接擺翻一個圖俾大家去參考啊。咁最主要今次新加嘅技術就會喺 OLED 嘅 layer 下面係再加咗 Titanium Alloy。咁估計佢係一個好纖薄嘅鈦合金嘅材料，而佢係擁有到一個可延伸性嘅效果，係可以摺疊嘅。最主要佢會提供到額外嘅螢幕硬度同埋支撐。咁再加上近代嘅 Samsung 摺機其實一直都有用 Ultra Thin Glass 嘅技術，咁佢都係一個玻璃表面嘅。咁當然再喺 Ultra Thin Glass 上面，亦都會再有佢哋嘅螢幕保護貼。咁所以喺而家畫面我哋會見到佢係全個螢幕啦，喺冇開任何嘅畫面顯示，其實佢除咗中間轉軸摺疊嘅位置之外咧，佢會係成個面板都係做到一個好均一啦，同埋係一個好平整嘅效果。咁而佢出嚟嘅嗰個反光，亦都係可以做到平滑平整嘅，咁會減少咗對內容嘅影響。唔同嘅位置，除咗喺 OLED 面板嘅 Titanium Alloy Film 之外，亦都今次喺機身嘅結構上面會再額外多一層嘅 Titanium Alloy Plate 嘅效果。咁主要都係增加咗機身內部同埋係轉軸啦、螢幕整體嘅承托。咁當然實際嘅體驗會係最重要，佢會全段做到一個無限制任意角度嘅圓庭效果，包括佢喺一個極細角度已經開始有一個承托。最大嘅角度，今次我哋可以大約去到一個位置。咁佢喺最細同埋最大嘅角度嘅支撐，其實同上一代未有一個好大喺角度上面嘅變化，但係反而有留意到喺完全展開再摺疊嘅時間，或者係摺疊嘅時間再打開，佢會喺頭段一觸發喺角度變化嘅時間，佢嘅承托力韌性上面感覺會係比上一代有住中度嘅提升啦。佢仍然係一個合理同埋足夠嘅承托力，但係佢唔會去到太過大嘅力先至可以打開嘅。而今次佢會喺去到差唔多去到最盡嘅時間，就有一個彈簧嘅效果，彈到最開完全展開嘅，明顯比起上一代 firm。我哋喺呢個角度可以再仔細睇多一次，咁佢係打開嘅時間全段咧都係有住一個一體連成嘅感覺，同埋係順滑啦，佢係冇任何零部件之間摩擦同埋碰撞會發出咗嘅聲。好啦，轉軸耐用度同埋承托力嘅終極測試，我哋亦都係可以喺半摺一個狀況嘅時間，再做一啲大角度。好啦，咁佢就係一個完全實淨同埋冇虛位嘅狀況，咁係做到一個完全一體連成啦，同埋感覺到佢唔似一個摺機嘅，咁但係佢實際上係一個摺機，佢會似係一個一體整體嘅一個部件。呢一個冇虛位同埋係完全順滑嘅轉軸嘅效果，咁都係我自己認為係上一代或者係近依2至3代嘅 Samsung 摺機一直會有承傳到落嚟嘅一個特質。咁今一代佢就再會承繼咗，同時間再喺一個韌性同埋整體嘅承托力硬度上面再加強嘅。
而同時間係相信觀察能力強嘅觀眾，你哋應該係有一直留意到今次嘅內螢幕上面3款手機都係有應用咗一個全新嘅防反光塗層嘅效果。咁暫時初步去睇到，我哋可以直接比較嘅，因為佢哋似乎喺外螢幕咧就未有跟到 S26 Ultra 咁樣加呢一個防反光塗層，但係喺內螢幕今次佢哋就加咗嘅。咁我而家可以直接做一個對比，咁佢喺防反光嘅特性上面，佢可以將我哋而家我哋嗰個倒影咧，佢係都消減咗好大部分。咁亦都相信咧，其實佢哋考慮到將佢嘅摺痕係再進多一步，去盡可能去消減。咁實際上佢都再喺轉軸同埋頭先講到面板上面材料上面嘅升級，咁亦都再加上咗呢個防反光塗層。而家我哋做一個全黑螢幕嘅時間，螢幕平整度嘅測試。咁佢喺中間呢個摺疊嘅位置，佢今一代係做到一個我而家嘅手感咧，其實佢就係一個完整平滑，感覺唔到中間有任何起伏嘅。咁其實我哋可以再大角度少少去睇，都可以見得到其實佢係一個好平滑嘅效果。咁估計喺呢個位置真係佢嘅 Titanium Alloy Film 係會做到佢嘅功課，咁佢係可以增加咗螢幕嘅平整度。好啦，閂 mon 嘅時間。呢個狀況相信係睇戲啦，或者睇一啲黑色畫面比例比較多，或者比較暗嘅電影咧，其實先至會遇到。但係我哋有住呢個科技探究嘅精神，好，咁佢喺一個大燈嘅高角度照射之下，同埋係一個明顯嘅光源折射嘅時間，佢未係做到完全100% 完全零摺痕嘅效果。但係其實喺實際上體感上，佢已經係一個無摺痕嘅體感無摺痕㗎啦。我自己會認為。相信亦都係啦，冇太大嘅異議之下 ，Samsung 今一代嘅摺機其實都係將最後嘅一塊拼圖再擺埋上去啦。亦都相信係呢個原因 ，Samsung 就喺一個時間上面決定係可以再係 next step 下一步啦，再多咗另外一個 form factor 嘅設計。而喺 Z Fold 8同埋 Z Fold 8 Ultra 之間點樣去選擇？咁當然除咗係價錢，稍後有香港嘅售價，之後嘅後續影片同埋下面 description 嘅位置再補翻嘅。但係相信除咗係價錢之外啊，咁仲有佢整體嘅 form factor 同埋實際嘅操作。咁而喺相機嘅硬件上面，咁的確啦就會2億像素嘅主鏡頭同埋5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仲有專門嘅3倍光學變焦鏡頭。呢個就會係 Ultra 版本仍然獨有嘅。而但係今次嘅片最大重點會係 Z Fold 8今次闊螢幕比例，因為喺機身比例上面嘅唔同，佢喺摺埋之後感覺會比較就真嘅，佢係會比較明顯闊身咗，但係亦都短身咗。而喺相機方面，佢就會應用翻5000萬像素嘅雙鏡頭。但係對於如果影相唔係你絕對第一首要條件嘅話，咁反而喺佢嘅內螢幕同埋外螢幕嘅界面操作上面嘅效果，相信有機會係你哋最關注。我哋而家可以喺2個方面去試一下今次新比例到底實際操作嘅界面有冇乜嘢變化嘅。好啦 ，Ultra 大摺或者呢一類型 Book Style， 佢最大嘅位置或者一直以嚟嘅目標啦，就係摺埋一齊嘅時間做到一個好似正常手機咁樣嘅操作，而但係佢可以打開，咁呢個係過往係一個終極嘅目標嚟嘅。咁而家我哋已經係達到㗎啦。因為我哋睇睇數據，今次 Z Fold 8 Ultra 打開嘅時間，單邊嘅厚度係4.1mm， 而闊機身嘅 Fold 8喺體感上面亦都係冇一個好大嘅落差，亦都係極致纖薄嘅。咁實際嘅數字請容許我係後續再補翻嘅，但係最大阻礙佢哋變更加薄，應該就係 USB-C 嘅插頭。而摺埋一齊嘅時候，我哋直接對比上一代，上一代係8.9mm， 咁今一代摺疊一齊嘅時間嘅厚度冇產生咗個好巨大嘅變化，咁但係其實同佢哋嘅 S26 Ultra 已經係一個好接近嘅。咁當然啦 ，S26 Ultra 其實佢今一年又做咗一啲再偷薄減輕嘅。咁重量方面，亦都係 Z Fold 8 Ultra 係去到215g，其實就係一部正常 Ultra 等級或者係頂級旗艦手機嗰種嘅厚度同埋重量嘅。而 Fold 8始終佢雙鏡頭，佢嘅重量就再落到去201g，係 Samsung 做過最輕嘅大摺。因為而家佢打開之後就會變咗一個 mini tablet 平板電腦咁樣嘅體感，咁感覺上佢又會再輕嘅，有一個錯覺。IP48 8等級嘅防水，咁今次亦都係承繼，咁佢基本上已經係可以完全浸喺水裡面啦。當然佢係有指定嘅水深同埋水壓嘅限制，呢個我哋唔喺呢度好仔細重複。但一般嘅應用佢係做到防水㗎啦。好啦，今次嘅新元素，咁今次嘅螢幕比例，內螢幕同埋外螢幕嘅比例，初聽到嘅時間感覺到佢有啲巧合啦，但係實際上應該都係精心設計嘅。咁佢外螢幕就係達到16:10嘅效果。睇片嘅時間，而家有個16:9嘅影片，咁佢就可以做到一個幾乎全螢幕。佢實際獲得嘅畫面比例，其實反而會比起 Z Fold 8 Ultra 或者係過往大摺一個尺寸，外螢幕直接會顯示佢已經係獲得咗一個更加大嘅面積嘅。但係重點，而家我哋打開。相信呢個唔使多講啦，直接大家睇到畫面就會明白㗎。因為而家我哋喺 Z Fold 8 Ultra 或者係大摺上面，咁其實直接我哋而家用內螢幕嘅時間，實際16:9嘅畫面顯示面積，其實佢只係大過而家喺 Z Fold 8嘅闊螢幕比例上面，直接用外螢幕啦，其實唔係大太多嘅。咁而我哋而家可以喺大摺上面再橫向，佢就會變得比較大啊。但係其實佢會喺兩邊仍然係留有咗比較多嘅空間。
好啦，我相信咧呢個應該又唔係一個巧合，應該 Samsung 喺佢哋設計熒幕面板尺寸嘅時間係精心仔細考慮過。佢實際嘅16:9畫面面積其實係好接近嘅，但係而家留有嘅空間嘅位置、空白嘅位置佢就會減少，咁就唔需要有額外多餘咗嘅位置。我哋再有 S26 Ultra 而家係全熒幕顯示嘅時間，再做一個3個橫排嘅對比，咁相信呢個畫面就係大家考慮緊到底值唔值得入手摺機嘅最重要嘅考慮因素嘅。好啦 ，Z Fold 8同 Z Fold 8 Ultra 面積喺16:9嘅位置基本上係一樣，咁而佢嘅面積亦都會大過 S26 Ultra 噶啦。而相機開孔嘅位置亦都有機會係另外一個細 bonus 嘅，因為今次新嘅熒幕面積比例，相機位置啱啱就收咗喺黑邊裏面，唔會影響到畫面顯示。咁而對比 Z Fold 8。咁其實一直以嚟，我自己會認為 Z Fold 8呢一種嘅大摺嘅比例，佢最大嘅重點就唔係直接去用去睇片或者睇電影，反而1+1甚至更多。喺呢一個比例之下，其實佢會好似左邊右邊並排兩部手機咁嘅操作。咁喺呢方面，如果你會做到更加多嘅多功，其實我自己又會認為 Z Fold 8 Ultra 仍然有佢存在嘅意義，所以 Samsung 都未將佢完全係斬走咗。佢每一隻 App 嘅直排嘅比例面積就會比起而家闊比例會再多咗。咁如果你係一個終極嘅多功或者商務用途為主嘅話， Z Fold 8 Ultra 嘅多功體驗可能會比較好。而喺呢兩款大尺寸嘅摺機上面，同一時間最多可以開到幾多隻嘅應用程式？咁而家我哋就喺底嗰度有3隻嘅 Multi-Window 嘅應用程式，喺上面最多係可以開多5隻，即係加埋有8個應用程式同步全部一齊係喺前台呢個位置一齊執行。而喺初步上手呢一段時間，咁我自己有感覺 Z Fold 8 Ultra 係比較正方嘅比例，咁所以每一個應用程式佢都會比較正方嘅，咁操作起上嚟嘅空間感會比較大。咁喺軟件功能上，其實 Z Fold 8都係做到一致嘅，咁但係喺比例上面嘅唔同，咁喺後續嘅時間我就再仔細去睇唔同應用程式嘅實際操作。咁整體有機會佢 target 睇片同埋 social media 為主，咁呢個密切關注我哋後續嘅測試。咁 Z Fold 8就應用16:10嘅外螢幕同埋4:3嘅內螢幕。咁實際上呢兩個比例其實係可以直接對應到而家喺外螢幕，呢個就係直接用翻 Z Fold 8去拍嘅一個16:9嘅直向影片，又或者打開裡面嘅內螢幕。咁而家睇16:9嘅畫面，佢又會有翻一定程度嘅黑邊，但係佢喺睇相嘅時間 ，exactly 就係一個4:3我哋手機影相嘅時間嘅比例，咁佢就做到一個 full screen 完全全螢幕。而喺 social media、IG 嘅時間，咁喺目前嘅軟件有機會未係最 final version 嘅，咁但係佢亦都喺呢個主版面咧係可以橫排3個係可以睇到。好啦，而喺主版面睇唔同 post 嘅時間，咁佢係會做咗一個全個影片嘅效果，而冇俾任何嘅 like 或者係 comment 嗰啲嘅 icon 去遮擋。咁佢而黑邊亦都係控制一個比較可控嘅範圍。咁我哋其實可以直接再對比翻 Z Fold 8 Ultra。其實咧佢係實際16:9畫面嘅面積亦都係一樣。咁而佢嘅按鍵 like comment 嘅位置都冇阻到個片嘅內容。但係佢黑邊就會比較少，機身都比較輕，同埋會喺直向嘅時間比較修長，拎起上嚟嘅手感會比較好。好啦，而額外一個特別喺摺機上面就有機會更加實用同埋常用嘅，咁就可以用相機、手機直接做一個相機支架，而拍片嘅時間就可以做到 auto framing 嘅自動取景。咁呢個係定點嘅拍攝就做到可以喐動咗嘅畫面取景。而喺喐動緊嘅時間 ，horizontal lock 喺 S26 Ultra 上面，無論點樣去旋轉手機都可以 keep 到畫面水平參照呢個效果，其實都係全線今次嘅 Flip 同埋 Fold 都係有加上去。係啦，而 Z Flip 8喺外螢幕做到一個 all screen full screen 嘅效果，呢個上一代都有啦，咁今一代亦都係有雙鏡頭5000萬像素，再加上可以座台直接做腳架嘅，呢個相信對於 content creator 或者係對拍片比較多嘅用家係會吸引。而最後處理器同埋電池方面，今次嘅 Z Fold 8同埋 Z Fold 8 Ultra 都係應用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嘅處理器。電池方面，今次嘅闊機身嘅 Z Fold 8係有4800 mAh 嘅，而今次嘅 Ultra 版本直接上到5000 mAh。咁 Samsung 過往嘅手機喺電池管理同埋軟件嘅整體調整上面，都係相對做得比較出色嘅。咁我哋後續都會再努力安排100到0% 嘅電池測試，實際嘅效能表現同埋佢嘅續航力嘅發揮咧，咁都密切關注我哋後續嘅完整測試啊。咁而仲有最後啊，而家香港或者國際版本嘅 Galaxy Z Fold 8系列，而家係直接內建 Google Gemini 嘅。咁而家係入手新機嘅時間，佢會免費送咗6個月、半年嘅 Google AI Pro 嘅服務，咁就免費嘅，大概100幾蚊一個月到嘅一個服務嘅。同埋仲有 Galaxy Watch 9嘅系列都係同步發布。如果有興趣咧，歡迎再翻到我哋發布會同步直播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全個 product line 會再更加仔細逐一個睇啦。咁今日希望就俾咗摺機啦，咁一個比較初步但係都完整3個 model 都仔細睇咗啦。咁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嘅 channel，下次再見。